机床我们已经配齐了，下面苏明玉在吗？先生，你有预约吗？我是他舅，预什么约？没有预约不能进啊！哎，他人呢？哎，先生，没有预约真不能进，请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。这什么情况？哦，这位先生没有预约就要见明总，这个时间明总不会客。我是他舅，找他有事儿。你是他舅啊？这样吧，小杨，你先带他去会议室，我去帮你通知明总。行啊。姐，你舅。哎呦，明玉，我的好外甥女啊，想死我了。你门关上。哎，你出去。舅舅，来了也不打声招呼。哎呀，明玉，你现在可了不得啊！舅舅想见你一面，还得登记，还得预约，嘿，厉害啊！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算看明白了，你们苏家就属你有出息，又有钱又有地位。我怎么说来着？打小我就说你，你不是个一般人儿。舅舅，说重点。啊，哎呀，明玉啊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你二哥问我借了3万块钱，拿去投资了，结果赔得一干二净。我今天问他要钱去，他不但没钱还我，哎，他还把我们家众邦给打伤了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没有钱，你爸又不管，明哲又不在，我只能找你啊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欠您钱，你应该找谁去，是这理儿吧？那倒是，可是他没钱呀，他没钱，那他拿什么还我？你们毕竟是亲兄妹，一家人，你替他还钱，那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从礼法上来说，我可没义务替他还钱。啊，哎，要不这么着，你不替他还钱也行，你呢，先借我3万块钱。等你二哥有钱了，他再还给你呗。舅舅，您借那么多钱干嘛使？哎呀，这不是众邦吗？他马上要上高中了，我想给他找个私立学校，这是不是得花钱呢？众邦没考上公立啊？考上了，这不是琢磨着以后出国方便吗？像你大哥似的，尤其是你啊，你看你们两个混得那么好，我也是希望众邦以后能像你们俩一样有出息吧。再说，这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高中是人生一大转折，马虎不得。舅舅，我也是公立学校毕业的，那公立学校挺好的，将来出国也没问题。您说您这借着钱让孩子上私立学校，对众邦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儿，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。明玉，他可是你表弟，你外婆家的独苗。你们有钱了给他花，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啊，要是你妈还在，我也用不着找你。现在你妈不在了，这事你得管啊。舅舅，我可不是我妈。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我妈是我妈，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，您明白吗？明玉。你这说什么话啊？我是你舅舅，我是长辈，怎么着？为了不借我钱，连你自己亲妈你都不认了？我还得开会呢，就不送您了。哎，你敢走是吧？你敢走我就敢住这儿了，我还不走了呢我。喂，严主任，你带保安过来一趟，到会议室。好你个苏明玉啊，叫保安是吧？啊，你妈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东西。哎，舅舅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姐你也是的都。说个屁！你瞧他那副德行，还叫保安？你叫他们来啊！我看他们来了能把我怎么地？明总，把这客人请出去。好的，先生。站住！别动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他亲舅舅。哎，苏明玉，你敢走你？先生，给我们出去一下。你别碰我！
走，松开，带出去。松开！苏明玉，这你办公室连杯热水都没有，你还懂不懂做人道理？你爸怎么教你的？姐，刚才也太狠了吧！你舅舅不就管你借点钱吗？你又不是没钱，为什么不借给他呀？你那么有钱，你干嘛不借？那可是你舅舅。再说了，人家那也是为了孩子上学，那可是你表弟呀，你帮一下能怎么？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？我哪个呀？冷血？我可没说，但是你总结的很到位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连对自己家人都这么那个，难怪那时候处理我们家的事的时候更狠。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都不清楚啊？啊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因为你妈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娘家人，才导致他们违法乱纪。要不是你爸出手相救，你妈这会儿还在监狱里待着。你少唬人了，我就说了，是你和我爸联手将他们清出重藤的。这事儿你赖我行啊，你要是怪你爸，你就是狼心狗肺。要不是因为你舅在这拉帮结派、肆意搞乱中城，我们用着那么做吗？你爸这么选择为了什么？你不明白啊？一来就是为了保护你妈，二来就是为了帮你清除障碍，将来好顺利的接手中城。你是不是傻？再播一个。爸，你说什么？舅舅一家住在你那儿了？是啊，你说是明成欠的钱，又不是我欠的钱，你说他赖在我这儿不走干嘛呀？这舅舅也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无赖。明哲呀，你赶紧回来管管嘛。来。姐夫，哎，你跟谁打电话？儿子。哎，明哲，我是你舅，我说你这当哥的得管事儿吧？啊，你们家明成欠我钱不还，还骗我。舅舅，那你也不能带着仲邦和舅妈去我爸那儿住啊。你这个您是长辈，你得讲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你们家人欠我钱不还，怎么倒成了我不讲理了？不是欠你钱那是明成，找我爸干嘛呀？我不找你爸，我找谁去？他又没钱，我不找你爸，我找警察去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他要还不还我钱，我就告他诈骗，让他坐牢去。哥，哎，我说明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舅舅给惹急了？他现在说要报警抓你呢。他报警，你让他报去吧。我管他借了3万块钱，我没说不还，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，太恶心了他。不是你欠别人钱，你还有理了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？非要闹得这么僵呢？他和我好好说了吗？你知道吗，哥？他们全家人跑到我单位去闹，我现在工作都丢了。什么？工作没了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哥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你让他有本事过来找我说。你以为我想管呢？现在是舅舅带着全家人住在咱爸那儿，把咱爸折腾的不行了。啊！姐夫，你这笔也不好使啊。都是摆设，
那宣纸呢？哎呀，小点声！我哪用得起宣纸啊？哎，等会儿，东西留了，赶紧炖牛肉去啊！一会儿柱邦该饿。姐夫，吃吗？儿子，好吃的来了。哎呦我天！看什么呢？傻笑呢，在这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是让你买这么多东西了吗？少买点嘛。哎呦，苏老师，您可不能怪我，都是门口那个舅妈让我买的。她见啥买啥，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给搬回家。说她那个胖儿子正在发育中，营养一定要好，要全面。那我能怎么办呀？您看，您看看，这也太能吃了，这不是猪吗？你可爱呀！就是中邦，哟，舅舅都在呢。哟，明哲回来了。舅舅，明成欠你钱，确实是他的不对，我在这儿替他向你道个歉。这样吧，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，我来替他还。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？明哲，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。行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，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啊！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，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？那，舅舅，您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你再出10万，这个事儿就了结了。10万？对，加上明成骗的3万，一共13万。13万？大舅妈，咱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！仲邦没什么事儿啊，医疗费才花了100块钱。哎，姐夫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是100块钱的事儿吗？我们家仲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，现在头上落一大疤，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？再说了，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，那头给磕了一下，以后还怎么考学？没那么严重吧？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 ，CT 也做了，不是没事吗？有事没事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？再说了，这2天仲邦一直喊着头疼呢，是不是仲邦？是。这学是考不上了，这考不上学，就只能上私立学校。我找朋友问了，私立学校的学费，最起码10万块钱，这10万就得你们出。不是，舅舅，那个仲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，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关键是没考上啊，没考上，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？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？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，反正啊，这钱必须你们家出。舅舅，你看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是不是？那个，当然了，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，但是您不能漫天要价。怎么着？不给是吧？不给我们就住这儿了。你什么时候给钱，我们什么时候走。对。舅舅妈，你们别生气啊。那个，明成欠钱
和仲邦受伤，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。这样吧，我回头跟明成啊好好商量一下，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你看行吗？反正我不管那么多，我人就在这儿等钱，钱不到我们人就不走。你们跑得了，你爸他跑不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10万，啊，他女朋友银河系的，流氓，无赖，你信不信哥？毕竟我敢打他啊！你别冲动啊，冲动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也知道舅舅是什么样的人，当初你干嘛问他借钱啊？啊，舅舅这次来无非就是为了钱。我跟你说，我想了个解决办法，咱们呢，先把你欠他的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，如果他还是不依不饶呢，咱们就以给仲邦医药费的名义给他加1万，一共给他4万。仲邦就蹭破了点皮，我凭什么要给他1万块？咱先不提这1万块钱的事儿嘛，3万块钱能解决那是最好了，咱把这1万块钱啊留作一个后手。你记着啊，无论如何，明天你要跟我去，好好的跟舅舅说话，赔个礼，道个歉，这事就解决了。你老是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这种老无赖，你就不要跟他废话，就打他。这钱是你借的吧？是你有错在先吧？你再想一想，如果妈在的时候，妈会让你怎么做？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了啊，钱呢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你拿着，记着，见了舅舅的面一定要好好说，把这事解决了。哎呀，拿着啊，我走了，一定要好好说话啊。小石啊，我真是命苦啊！我命苦啊，命苦啊！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小舅子啊，小石啊？张口就讹我10万块钱呀！我哪来那么些钱呀？再说又不是我欠他的，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呀？是不是？嗯。现在还赖在我们家不走了啊？弄得我都没地方睡觉了都。啊。那你这是又离家出走了？去，出什么走啊？那是我新家，我还刚进去没住几天呢，我怎么舍得走呢？大叔，其实这事是可以报警的。没用，本来也是我们不对，你报了警对我们也不利啊。再说了。那毕竟也是个亲戚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你真叫警察来，那不把事情闹大了吗？小石啊，这事只有你能帮助我们老苏家了。我怎么帮你啊？你跟明玉说说，让明玉把这10万块钱出了给他舅舅。喂，大叔，这事可不能我说，要说也是您说啊。我是想说。可是我没脸去说呀，你不知道，之前因为雇保姆的事情，我跟明玉闹翻了。明玉说了，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儿了。你说现在这么个烂摊子，哎呀，家里任何人也解决不了了。明哲倒是拿了3万块钱，说是给他舅，他舅嫌少，不要。明成就更甭提了。要钱没钱，只知道跟他舅蛮横，还差点跟他舅打起来。哎，反倒让人抓住讹诈的把柄了。我一个老头儿，我身无分文。哎，这10万块钱呢，只有我们家明玉能出了。你看我干啥呀？哎呀，你就帮帮你大叔吧，你帮帮苏家吧。大叔，我真的不太方便跟明玉说这些。你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呀？你是她男朋友啊，她对你态度不一样，你说什么她都能听进去。
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，小石，我绝对不会来找你的。你和明玉啊，小石，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啊！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喊了啊，我也不急了，我不急了。哎，你安静的想想，我这也没睡好，我在这躺着，我等着，你好好想想啊！哎，不是你想自己想。但。还没走。姐，有件事我替你琢磨一天了，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舅的事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喜欢掺和我们家事儿啊？又三八的。你舅上次在你这儿要钱没要到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。你说他要是找到你家里人去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嗨，找也没用。那可不一定吧。他这种人要不到钱，他还可以讹钱。他要是讹个5万、10万的，你爸受得了？爸，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。我就说吧，你现在赶紧回家看看，或者给你家里打个电话。你那俩哥可能处理不好这事儿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？啊？我这是帮你分析分析你舅的情况呀，姐，你赶快打个电话吧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我问你话呢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？你舅就是这种人呐！我还是先去找你爸爸，让他永远都别给你开卡。苏明玉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说实话。姐，是这样的，你舅今天去找你爸要个10万块钱，你爸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就跑到我石大哥店里去诉苦。我石大哥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，就托我转告给你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姐，你赶快回家看看。也没多大的事儿，你工作忙，也没好意思打扰你。我已经有办法解决了，别担心了啊。什么好办法？我听听。哎呀，舅舅不就是为了要钱吗？但让明成给他就行了。多少钱？3万。我怎么听说是10万啊？谁告诉你的呀？大哥，你真是把我当外人，这事儿你有必要骗我吗？哎呀，我不是想要骗你。明成问舅舅借了3万块钱，可他现在一开口就是10万，你说我能给他这个钱吗？可他一会儿说众邦受伤了要赔偿，一会儿说咱妈要是活着肯定能出这笔钱。这什么狗屁逻辑啊？这分明是讹钱啊！嘘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舅舅这么说肯定是在说气话，咱们能跟他一般见识吗？我跟明成说好了，让他给舅舅赔个礼道个歉，再把钱还给他，这事不就过了吗？能过得去吗？我准备了1万块钱，算是给众邦的医疗费吧，一共4万，舅舅该知足了。大哥，咱们这个舅舅是什么人？你从小到大不清楚啊？他知足过吗？他但凡有点廉耻之心，这事儿能闹成这样吗？甭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情是明成有错在先，而且他的态度还那么强硬。众邦因为这件事儿还受伤了，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出点钱赔个礼道个歉，合情合理啊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呀？对付舅舅这种无赖，只有报警这一个方式才叫合情合理。报什么警？舅舅是长辈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你希望看到我们一家人撕破脸吗？亲戚怎么了？亲戚就可以胡作非为啊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，大哥？你这叫纵容作恶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冲动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就是应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行了，这件事啊，我跟明成已经说好了，你别插手。好，
我们苏家男人真是个个都是好样的，都是窝里横。什么态度？爸，别担心了，明天把钱给他们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但愿吧。明成，外边这湖面真漂亮。哎，舅妈，我之前呢太冲动了，给你们赔个不是，还有众邦啊。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，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。我只借了你3个月，但这4500是1年的利息。哎，咱们求个和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好吧？还有10万呢？什么10万？你哥没跟你说呀？除了你骗我的3万，还有众邦上学的10万，也得你们出。那个舅舅，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，说的都是气话。你看现在明成钱也还了，他也跟你道歉了，这事儿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？那个，其实我今天啊，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，就当是给众邦的红包吧。来，舅舅收下。这是多少啊？1万。1万块钱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哥，拿过去，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，该客气的我也都客气了，要么拿钱走人，要么我告你讹诈。哎，说上去，哎，舅舅，老二，怎么说话呢？有你这么跟我们长辈说话的吗？我一直跟长辈这么说话。你老实点。众邦脑袋受伤，你们可都看见了。我们家孩子将来要考高中、上大学的，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。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？他自己撞的呀。这能撞吗？就算众邦脑袋没受伤，这钱也得你们出。姐夫，这可是你跟我姐当年保证过的。有这事吗？怎么没这事啊？我告诉你们哥俩啊，当年你爸追求你妈，我们全家人都反对。我姐那是村里的一枝花，比你爸优秀的男人多了，排着队上门提亲。是你爸死皮赖脸、软磨硬泡才得的手。当着孩子说这些干啥呀？怎么不能说？我就说，凭什么不能说？这些事就得让他们知道。结婚的时候，你非逼着我姐离开老家来城里，我姐孤身一人、离乡背井的，我们家能放心吗？就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，非把我办城里来。你胡扯些什么呀？不是你自己非要来城里的吗？谁要进城了？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的，这农村跟城市花销能一样吗？尤其是养孩子，要不是你跟我姐当着我妈的面保证，我才不来呢。我保证什么了？姐夫，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？你跟我姐亲自说的，说我有了孩子，她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说什么了？我保证什么了？我，姐夫，我姐才走几天呢？啊，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？要不这么着，咱们现在去墓地，当着我姐的面对质。走，明成，走，这走，算了，你给我让开，走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哎呀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敢动手是吧？动你了怎么着？姐夫，你管不管？不管是吧？那我就替你教育他。哎，舅舅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哎我，哎，舅
算了，没成啊！现在别生气，现在别生气。舅舅来了。哎呦，您这是打架呀，还是要钱呀？我可没想打架啊，是这小王八蛋先动的手，还咬我耳朵，不就那么简单点事儿吗？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，不就得了吗？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？你妈说了，仲邦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她全负责。现在仲邦上学还差10万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爸，我妈说过这话吗？要真说过，咱得认啊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啊？听见了吧？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，赶紧给钱吧。明玉，你要要钱你给啊，我可没钱。宋明玉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他摆明就是讹诈。你能把嘴闭上吗？对，你闭嘴，听他说。舅，你别生气，他们不出这钱，我出。是10万吧？对，10万。反正多了我也不要，上学的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好，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，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。别的？别急啊。88年你迁户口，我妈借给你2000元。90年你找工作，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。99年你结婚，又找我妈借了2万元。你胡扯，这都哪儿的事儿啊？这还有呢，看04年你买房，我妈还出资5万呢。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，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，花了2万元。05年仲邦上幼儿园，学费是我妈出的。09年仲邦上小学，我妈又借给你3万。哎，你们别听他扯淡啊，这都是他胡编乱造的。舅舅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，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？爸，我就说呢，我妈去世以后，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，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，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？我一直都纳闷呢，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。舅舅，您说都这么多年了，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？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，就是啊，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，至于花这么多钱吗？你就是个吸血虫，你天天吸我们家血。哎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你胡说，难得了。坐下。抢账本没用，我们那儿有的是复印件。舅舅舅妈，借没借这钱，你们心里都清楚，是吧？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？你每回来，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，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！难怪，一到过年，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，都让你给剥削走了。哎，不是爸，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？我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呢。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？我年年都寄，年年都不落，5000美元。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年年给家里寄5000美金？是啊。是不是你妈？没有啊！那你妈这钱花哪儿去了？一定是让你们给装腰包里了。我放屁！空口无凭的，你可不能瞎说啊！姐夫，你这是栽赃。对。那我问问你们俩，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，那你们老家买那几十万的房子，那钱哪来的呀？哎，你个老东西，你你说谁老东西呢？说话注意点啊！玩你的，我爸比你水灵多了，你是个老无赖。我妈天天去看病都不舍得花医药费，就是把钱给你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没有你的话，我妈没准还走不了那么早呢。舅舅，借没借这钱啊？我们一家都能作证。你家要想要这10万学费，你先把欠我们的20万还了再说。啊，您放心，账本在这儿呢，多1分我们不要，少1分呢我们也不让。我姐记账，她归记账，可是她从来没说过让我还这些钱呢。就是。哎，舅舅，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？小萌，录下来了吗？录着呢。很好，继续。
爸，我记得好像是前年过年吧，我妈专门把我叫回来那一回，不千叮咛万嘱咐吗？说是让我拿那账本，早晚要找舅舅要钱。你们不都在吗？啊，哥。是啊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姐呀，老跟我们说你拿走这钱呢，不是不还，是因为众帮小，想让你还几年再还。没想到把你养成白眼狼了，你说？我妈去年还说过这事儿呢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姐已经走了，我不认，你们又能把我怎么地？舅舅，您非要耍赖的话，那咱们只能上法院了。你少吓唬人，别以为我们不懂法，是不是？你空口无凭的，你凭什么让我们还钱呢？谁知道你那个破本子是不是真的呀？我还跟你说了，你要真打官司，你告不赢。你们这一家人真是把我们这一家人折腾够呛，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。这钱哪怕我不要了，也要把你们送上法庭。小萌，联系公司的法务，让他找业界最好的律师，多贵都行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，我在所不惜。初级法院要是解决不了，我们就找中级法院；中级法院要解决不了，我们就上诉到高级法院；一审不行，我们就二审；二审要失败了，我们就重新上诉呗。我的亲舅舅，你要再这么耗下去啊，我有的是耐心，一定奉陪到底。我们一家人奉陪你们到底。今儿家里也没做你们的饭，就不留你们了。啊，你们还想赖着不走的话，我们只能叫警察了呀。小萌，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呀？非法入侵他人住宅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。哦，那得判几年呀？不多，3年。3年啊？那舅舅出来的时候，众帮都该报完了吧？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。明玉，别这样，咱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好说，是吧？怎么能打官司呢？舅妈，咱俩总共见了不到3回，我跟您真的不熟。哎，别，明玉，毕竟舅舅都是亲戚嘛，啊，稍微冷静点，别非让舅舅去坐牢，是吧？对。苏明玉财大气粗，心狠手辣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？你们弄不过他，赶紧走吧。走吧。走。等会儿，借条拿出来。在我这儿呢。哥。嘿，你爸你妈走了。哦。谢谢你了。谢我干嘛呀？这件事是你们明玉办的啊，要谢谢他。我凭什么谢他？这事儿要没你没我没爸，这能干成？就凭他一个人，这是咱们一家人打的一场著名战役，对吗？那就对了，只要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。我按这句话，对明玉好一点，对咱爸好一点。还走吧你。你别再喷了，我一会儿就把这屋子上上下下全部打扫消毒一遍。
小蔡啊，这床单、被罩、枕套啊，能洗就洗出来啊，哎不能洗全扔了它。好嘞。这一家子人，把我这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，你说，这都得晒晒，都得晒晒。您看，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，这脸皮也太厚了。他们，苏老师，他以前拿了您家那么多钱，您也不管管呀？都是我老婆惹的祸呀！哎呀，我要知道我老婆背地里给了他们那么些钱，我非得教育教育他们不可。哎呀，您老婆家的人可真是厉害。您看那小舅子，天哪，把你家3个大男人弄得束手无策。哎，我们家都是文化人，都是知识分子，不愿意和那种大老粗计较。哎，不过这也是苏老师，我觉得其实还是您家大女儿厉害。您看，您看她3下5除2把事儿给解决了，一看您女儿就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他千帆过尽的水域，道成像枯荣的诗经。春夏春秋冬，哭成了泪，变了形，同一滴鲜血的表情。轻轻拥抱是那么轻，却是一辈子的远行。聚散与挂念，成长自一个门庭。海角天涯，也许得一失一，也许怎么都别忘了一生平安。